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24年3月21日，基于刘慈欣的科幻神作《三体》，奈飞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剧集《Three Body Problem》也千呼万唤始出来。《权力的游戏》制作班底投资1.6亿美金，一季8集连续推出，让观众一次看个过瘾。不过，奈飞版《三体》的口碑却遭遇了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可能没有哪部中国小说以及改编后的影视剧能像《三体》这样引起海内外的轰动和争议。不仅如此，围绕作品的版权，在中国还引发了一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投毒事件。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三体》的里里外外。对于奈飞版的这个《三体》呢，很多欧美观众表示看得很过瘾啊，要悬疑有悬疑，要科幻有科幻，特效呢也不输好莱坞大片，各种卖点 buff 叠的是满满当当，完全是一部合格的爆米花爽剧啊。但是原著党却看的是如鲠在喉，如坐针毡。情节呢发展的快到飞起，一季就拍完了2本书，这点也就还罢了。人物性别和肤色乱改也能咬咬牙忍忍，但是作为第一部女主角的叶文洁，人物性格被削减成了薄纸片，完全成了一个为了复仇而选择拉全人类陪葬的疯女人，看不到半点情绪上的起伏和转折，更别说让观众们去共情了。不过引起更大争议的是剧集里头对红色年代的呈现。有关这部分的内容到底是重现历史还是抹黑中国，网上讨论的双方是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就连作者大刘也被拉出来一起接受批斗，让人实在是分不清戏里戏外。于是这也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我录这期视频的时候呢，以英语观众为主的烂番茄网站上，该剧得到了 79% 的好评，谷歌评分更是高达 88%。而在中国观众为主的豆瓣上呢，评分就只有 6.9， 5星好评仅占 16.5%。相比于去年腾讯出品的三体电视剧 8.7 的高分，明显的水土不服。实事求是的说大刘因为奈飞的三体而被骂，实在是太冤枉了。因为他早在2009年的时候，就以一个不可思议的低价将书的影视改编权给卖了。那就算奈飞把三体人改成个玉皇大帝，都和大刘无关了。而相比之下呢，三体中国方的版权所有者游族影业的 CEO 林奇则悲惨到连被骂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在2020年就离世了，都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作为联合出品人的腾讯版三体的面世，实在算得上是出师未捷而身先死。而更离奇的呢是他的死因，他竟然是被人投毒致死。而对他下狠手的是他多年来的事业伙伴，也是公司元老之一的许瑶，让人不得不感慨，这年头你说兄弟靠不住，老公老婆靠不住，警察靠不住，就连一起上班挣钱的同事都一样靠不住。下面呢，让我们回归正题，来讲讲这起离奇的投毒案，以及到底是什么让一个海归精英律师成为了一个迷失在黑暗森林中的绝命毒师。事情要从2020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说起。那个时候疫情笼罩全球，但是状况还没那么糟糕，人们的生活安之若素，大家沉浸在节日的喜悦和购物的狂欢中。可是总部在上海的 A 股上市公司，拥有数10亿资产的游族网络集团，却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当中。就在几个小时前，医院传来噩耗，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也是最大股东林奇因病救治无效而不幸离世，年仅39岁。林奇的突然离世不仅对公司是一记重创，对于那些买了他家股票的股民来说，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黑色圣诞节。手里的股票应声暴跌，
速度之快堪比坐上了三体人的舰队。虽然公司发布的讣告中呢，并没有提起林奇具体是死于何种的疾病，但是有细心的人却从7天前上海警方的一则通告当中嗅出了一些蛛丝马迹。这个通告中说某医院在诊疗的时候发现患者林某疑似中毒，因此报警。警方在经过实地勘查和调查走访后，发现林某的同事徐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目前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相关侦查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由于这个公告里头林某的年龄和林奇重合，中毒的时间呢也和公司公告中董事长因病入院的日子一模一样，于是人们就怀疑这是同一件事。林奇的离奇暴毙是因为被人下毒了。面对众多的网上福尔摩斯以及他们脑洞大开的种种猜测游族集团在沉默了几天后呢，终于承认说林奇的确是死于被人投毒，而那个警方口中的徐某正是公司员工许瑶。之后警方和公司又分别发出了几篇通告，公布了更多的下毒案细节。林奇呢，其实在12月16日就已经感觉到身体严重不适，面部发麻肿胀，头晕眼花，全身无力。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是压力过大、操劳过度所致，所以并没放在心上。谁知道一觉醒来，发现手脚不自觉的颤抖，站立不稳，走路也东倒西歪了。但即使是这样呢，他依然觉得是小事儿，甚至都没有打车，而是自己走路走了1个多小时去一间民营医院就诊。在进行检查的过程中呢，他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甚至严重到心脏骤停。好在医生有2把刷子，马上就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河豚毒素中毒。在询问得知林奇近期并没有接触到河豚蟾蜍这种有毒动物后认为他很大可能是被人故意投毒了。于是医生一边帮他去联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抢救，一边打电话报警。结果当天晚上化验结果显示，他身体里有远超致死量的河豚毒素。而作为自然界最强大的神经类毒素之一，河豚毒没有任何有效的解毒剂。于是ICU 的医生决定对他进行紧急的全身大换血，这才把他从鬼门关里给拉了回来。经过了这场九死一生的抢救之后呢，林奇的状态有所改善，曾经短暂的恢复过意识，只是还是不能说话写字。12月23号，游族公司群发给内部员工和大股东们的邮件中尝试稳定军心，说老总的病情正在持续好转。谁知话音刚落，林奇的病情却突然发生了恶化，体内多个器官急速衰竭，人也陷入了深度昏迷当中。而这次他再也没能醒过来，最终在平安夜死于内脏出血和心肺衰竭。这次病情的急转直下，让医生们百思不得其解。明明血液里的河豚毒素已经被完全清除了，怎么突然人就没了呢？于是他们征求了家属的意见，对林奇的血液和肝脏样本呢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毒物检测。结果所有样本中都发现了严重超标的重金属残留，尤其是汞，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水银摄入超出正常值10倍以上，已经严重损伤他的心肝脾肺肾，这才是导致他内出血的元凶。后来警方的法医报告也证实林奇体内至少有5种不同的毒素，慢性的和突然的大剂量摄入都有。也就是说呢，凶手曾经通过少量多次的方式，用重金属类的毒物慢慢的对林奇下过毒。也许是看到他年轻力壮，并无大碍，所以又用河豚毒素下了把大的。这也就导致了他哪怕是逃过了那次急性中毒，那些早已经被慢性中毒侵蚀得如同朽木的器官也早已承受不住激进的全身换血疗法，最终全线崩塌。这种下毒手法可见凶手的心思之缜密以及下手之狠毒。根据几位游族网络的员工回忆呢，在林奇确认中毒后的第2天，上海市公安局就派人对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搜查，取走了他的水杯茶杯药瓶一系列日常的使用的物品，甚至把每层楼的饮水机都给抱走了，还要求所有的员工提供毛发和血样进行毒物检测。在收上来的这些样本里头有2个里面就也有严重超标的重金属汞，其中一个呢是林奇的生活助理的，另外一个是三体宇宙的副总裁赵继龙的。根据这3个人的日常社交半径，警察呢迅速地缩小了嫌疑人的范围，
并且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公司高管许瑶身上。得知了这一切的员工们是震惊的目瞪口呆啊！要知道许瑶他不仅是公司最高层之一，更是林奇的左膀右臂，两个人平日里头称兄道弟，就差没结拜了。那谁能想到两肋插刀的兄弟却被插了2刀呢？而且许瑶还是个学法律的海归博士，在公司里头属于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的3高人群，居然知法犯法干出这种事儿，实在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而对于广大的三体迷来说这事更算得上是晴天霹雳啊！不仅是因为林奇手上拥有的三体所有影视改编权，更是因为许瑶的另一重身份是游族网络子公司三体宇宙的负责人。他俩现在一死一被抓，让大家翘首等待的三体影视剧更是变得遥遥无期了。就在广大三体迷哀叹也许今生无缘之时呢，一位所谓的知情人在网上匿名爆料说，大家别等了，所谓的三体宇宙、三体影视化其实就是个洗钱的庞氏骗局而已。不管他林奇是生是死，你们都看不到的。而他之所以被投毒，也是因为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玩不下去了。这下一时激起千层浪。尽管游族第一时间发出声明进行辟谣，还是引发了新一轮的股票狂跌，让之前还没来得及止损跑路的股民是越陷越深。那到底为什么一个来路不明的网络爆料就能让这样一个巅峰市值500亿的公司遭遇重创呢？这事儿还要从那个传说中的三体改编诅咒说起。2015年8月23日，刘慈欣凭借着《三体》斩获了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成为了科幻界的亚洲乃至世界之星，一时间风光无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当有记者问到为什么他在6年前那么便宜就卖掉了《三体》的影视改编权，一向好脾气的大刘却瞬间变了脸色，没好气的反问说：“你也知道我卖便宜了，那你们早干嘛去了？”言语间的不甘心和痛心像是一个为了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卖掉儿女的穷苦父亲。而捡了这个天大便宜的是一对名叫宋春雨、张帆帆的夫妇。2009年呢，宋春雨无意中在旧书摊上淘来了一本叫做《科幻世界》的旧杂志，本来想着是在坐火车的途中翻一翻打发时间，结果却被里面一篇名叫《三体》的连载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火车刚一靠站，他就迫不及待地冲进最近的书店，询问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实体书。结果呢，一连跑了好几家店，甚至还上网发帖询问，最后是在一个科幻迷的论坛上，才用高出原价几倍的价格收来了一套刊登了《三体》《地球往事》连载版的杂志合集，可见其冷门程度宋春雨呢，在读完了全本之后，被里面的故事情节深深的折服，于是强烈推荐给老公张帆帆。这夫妻二人其实都是演艺圈的，一个是编剧，一个是导演。不过推出的作品都是一些小成本制作，更别提什么成名作了。不过他们这些年在圈子里虽说是屡战屡败，但是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到底什么会火有敏锐的感知力。于是他们马上就打电话给科幻世界的编辑部，要来了作者刘慈欣的联系方式，亲自上门谈版权收购。那个时候的大刘在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了，拿过几个科幻文学的全国类大奖，但是无奈受众群体实在太小，还在每1000字100元的稿费上苦苦挣扎。当宋春雨、张帆帆夫妇找上门来的时候呢，他也恰好正在经历事业上的巨大危机。他就职的这个山西娘子关电厂在中国节能减排政策下，第一批就被关停了。作为一个普通的电气工程师，他和上千名工友一起遭遇了中年失业下岗。也是看到了他在经济上的窘迫，宋春雨夫妻二人呢，在谈收购价的时候，趁机就进行了压价，最后以一个便宜到不可思议的价格买断了《三体》所有的影视剧版权以及改编权，其中甚至包括了他还没有完稿的《三体》系列的最后一部《黑暗森林》。这已经不是卖儿卖女这么简单了，大刘可谓是连肚子里还没出生的孩子都给卖了。这个价格到底有多低呢？一直有传言说是10万块人民币，尽管大刘和宋春雨夫妇后来都否认了，但是也从来没有公开过具体的数目。不过根据后来大刘提到此事激烈的反应来看，即使没有10万那么低，估计也高不到哪去。也难怪后来在重新出版的《三体》小说中
他借着老科学家叶哲泰的口感慨道，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怦然坠地，因为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年宋春雨夫妇的这笔投资简直就是点石成钻石。在《三体》小说大红之后，不仅是中国，全球所有的影视剧制作公司都把目光放到了这部气势恢宏的鸿篇巨制上，而宋春雨夫妇也趁机坐地起价，不仅是开出了一口气拍6部，每部2亿投资的标准，还必须由老公张帆帆担任导演，宋春雨出任编剧。这最后一条啊，直接就劝退了所有的投资人，因为他2位的作品啊，属于几部加起来评分都没破9的情况，让他们来打造《三体》的影视剧，简直就是让俩蹬3轮的去开法拉利，十有八九啊都会给开到沟里去。不过这夫妇2人呢，却坚持不肯让步，一副宁愿《三体》这个 IP 烂在我手里，也不能让别人插手的态度，守着这个坑一蹲就是7年，直到2016年财大气粗的游族网络 CEO 林奇的出现。说起林奇啊，他的发家史也极具传奇色彩，而且几乎无法复制。在一次采访中呢，他回忆说自己从小就特别喜欢打游戏，作为一个父母都在外挣钱的留守儿童，每个月汇给他的钱和他妹妹的生活费几乎都被他送到了游戏厅老板的口袋里，而且啊，这钱一花光，他就想法子去找同学长辈甚至是街坊邻居借，因此就练就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好口才。到临近中考了，父母回家了，把游戏厅里啊逃学的林奇给揪了出来，虽然没有对他来一场混合双打的痛揍啊，但是却给他戴上了个安全帽，扔到了附近的一个煤矿，让他体验体验生活，并且警告他说，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一辈子就挖煤。这个游戏少年呢，在又冷又黑的煤矿下面待了整整14个小时，等重见光明的那一刻，他顿悟了，发誓从此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出人头地，然后去开游戏公司，这辈子玩游戏玩个够。而他呢，居然还真的一步一步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2000年，他以2分之差与梦想中的清华大学擦肩而过，进入了南京邮电大学的计算机信息工程系。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约束，林奇的4年大学是在泡面和游戏的陪伴下度过的，甚至还作为星际传奇的职业选手去韩国打过职业比赛。跟别的因为没日没夜打游戏而荒废了学业的大学生不同，林奇在2004年顺利毕业，直接进入中国电信，之后呢又跳槽到上海天软科技当了一名程序员。他乘着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东风，一脚踏进了这个快车道。虽然一开始运气不佳啊，头2次创业呢都以失败而告终，赔了几十万的贷款和积蓄，但是第3次他得到贵人相助，获得了500万的天使基金，终于站在了游戏行业的风口，弹射起飞。他创立了游戏工作室，起名为游族，也就是游戏一族。而这次啊，他总算是选对了赛道。作为一个打了近20年游戏的重度网瘾少年，他对于到底什么游戏好玩简直是了熟于心。先是推出了一款叫36G 的策略类网页游戏，第2年呢又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个加强版，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接连推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网络游戏。仅2011年1年，公司的新游戏立项就超过了10个。而这么多的开发同时进行，自然要面临着萝卜多了不洗泥的情况，导致最后的成品谈不上什么高质量，被玩家们屡屡诟病。建模是抄袭韩国网游，剧情照搬狗血言情，动作打斗粗制滥造。于是游戏圈里头在暴雪出品必属精品后面就加了一句，游族出品都是垃圾。不过骂归骂，因为容易上手，而且对电脑配置没什么太高的要求，林奇开发的这些游戏在下沉市场其实拥有众多的玩家，再加上本身开发成本极低，这让游族网络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根据央视新闻直播间在2012年的一次报道，当时全国的游戏行业在8个月内就收入了近200亿人民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近日发表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民族原创网游收入近200亿元，占市场营收总额约71.6%，同比增长10个百分点，成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增长最快的板块。在整个研发费用里面，策划和制作的费用可能占到了这个研发费用的将近30%的费用。
2014年，游族借壳上市登陆 A 股，33岁的林奇成为了最年轻的 A 股董事长，身价超过50亿，第一次挤入了胡润100大富豪榜。也就是在这一年，游戏圈的韭菜也被他割得差不多了，他又投资创办了游族影业，而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拍《三体》系列的电影。这里面除了看重《三体》的热度之外，也是因为林奇有钱任性。据说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回忆说，林奇非常注重生活品质，甚至到了挥金如土的地步。比如他爱喝茶，于是每年专门派人去收购极品的龙井，只喝最贵的茶叶。喜欢喝红酒，就花个4000万收购一个红酒基金，让全球顶级酒庄给他供货。作为一个美食家他更是在修建自己的游族大厦时在办公室旁边装修出了一个顶配的厨房，请来沪上2位米其林大厨，随时待命为他烹饪美食。其奢靡程度让人联想到当年慈禧太后的小厨房而有了食，自然也少不了色。在他一手打造的 ChinaJoy 展会上，每届都是美女如云，看得宅男们哈喇子流一地。在这样一个只要喜欢，不管花多少钱都要做到极致的驱动力下呢，林奇作为《三体》的铁杆书迷，更是一开始就志在必得，不仅是要拍电影，还要做网剧、做周边、手游、网游，彻底把这个 IP 打造成一个真正的三体宇宙。于是呢，面对宋春雨夫妇那2亿天价，林奇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就答应了，不仅同意投资，还额外送上了一个大礼包，找来了原著作者刘慈欣担任监制，并且请来了当年好莱坞的顶级特效团队来担任后期制作。而且因为害怕这个 IP 像鬼吹灯系列那样被乱改魔改，林奇还一口气请来了50个编剧，由宋春雨担任总编剧，心想着这么多诸葛亮，抬一抬这2个臭皮匠还不是小事一桩吗？结果事实证明，这俩还真是扶不起的阿斗。根据特效团队 VHQ 公司的说法呢，导演张帆帆拍摄进度混乱，直到电影快要完工的最后关头，才想起来将一大堆的素材甩给后期团队。而最离谱的是有些镜头甚至连绿幕都没打全，把负责抠图的工作人员气到直接撂挑子不干。那边呢，领导了50个编剧的宋春雨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在剧本里头加入了各种原创剧情，愣是把人家神作改成了一个粉丝同人作品。而他不仅是水平稀烂，还非常的刚愎自用，对别的编剧哪怕是原著作者的意见都完全听不进去。那你想想，这样拍出来的电影会是什么质量，可想而知这部《三体》电影在完工之后曾经做过一次内部试映，除了投资人林奇，还请来了几个出名的影评人，但是所有人在看完之后都是脸色铁青。高情商的评价是，这个电影风格太前卫了，不符合现在商业电影的主流换成大白话就是，这就是一坨翔，而且是连屎壳郎都不待见的那种。林奇更是怒不可遏，老子给你几个亿，你却拍出来个 PPT。 于是他就决定不能再让他们暴殄天物了，要彻底买断《三体》的影视版权。而宋春雨夫妇呢，估计是意识到自己的确是没这金刚钻，于是也不再坚持，但是却开出了3亿人民币的高价。林奇呢，不想继续当这个冤大头了，于是双方在价格上就僵持不下，谈了半年看不到一点进展。游族影业甚至因此换掉了2任 CEO， 但是依然于事无补。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他推荐了许瑶，说这个人是个谈判高手，讲价专家，你请许瑶出马，没有搞不定的事。林奇呢，也的确找人去调查了许瑶，发现他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许瑶和林奇一样属于80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律系，之后呢留学法国，在保罗塞尚大学进修的硕士，然后呢转战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拿到博士学位，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海归。2010年，许瑶回国之后在著名的复星集团担任了法律顾问以及法律事务部的总经理，在后来复星一系列的并购和收购里呢，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把许瑶从复星给挖过来，林奇算是下了血本，不仅是开出了2000万年薪的高价，而且还承诺如果能够顺利的拿到《三体》的版权，那么今后三体宇宙都将会归许瑶掌管，地位类似于漫威宇宙的掌门人凯文·费奇根据后来凤凰财经的报道许瑶当时正好陷入了复星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身心俱疲，而林奇画出的这2个大饼
看上去美味可口，于是呢，他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游族的麾下，并且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了和宋春雨夫妇的谈判当中。在4个月之后，以1.2亿人民币的价格将《三体》影视版权彻底买断。也就是说，宋春雨夫妇用了8年的时间，把当年的投资翻了1000多倍不说，还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编剧和导演的瘾。而许瑶呢，则帮林奇省下了1.8个亿，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双赢啊。只是不知道刘慈欣在得知了这些个以亿为单位的数字之后啊，会作何感想？林奇遇害后呢，有命理学专家分析说林奇的名字里有2个木，许瑶呢有3个土，这5行相克，他俩注定不能好好相处。后来啊，事实也证明，玄学也许真的有几分道理。在成功收购了《三体》的影视版权之后呢，许瑶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的处理完了一些周边的遗留问题，为林奇构建三体宇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期间啊，林奇也履行了承诺，任命许瑶为三体宇宙的 CEO，2000万的超高年薪也让许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打工皇帝。可是啊，问题也很快出现了。如果说之前宋春雨夫妇只是能力低下，但好歹算个娱乐圈内人，那么许瑶这样一个律师来接盘一个影视公司，那纯属是外行领导内行啊。在之后的1年多里头呢，三体宇宙不管是影集的拍摄还是游戏的开发都停滞不前，主要矛盾就集中在许瑶什么都不懂，技术员工呢又根本不服他管。偏偏这个时候啊，游戏行业也遇到了低谷，不再像之前那样能够源源不断的供血了，导致林奇之前用游族网络的游戏来填补游族影业开支的做法彻底成了一个跛脚鸭。于是啊，他就开始跟许瑶施压，让他尽快将三体这个 IP 啊实现盈利。但是许瑶这边呢，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就提议说，要不咱们把张帆帆先前拍的那个三体大烂片给放出来吧，好歹先回血。可是林奇啊坚决不同意，觉得那坨东西别说上院线了，就是作为一个网络大电影出品，都是砸了自家的招牌啊，游族肯定会被骂的一辈子翻不了身。后来回忆说啊，那阵子啊，天天都能听见林奇和许瑶在办公室里头为这个事大吵，气头上的林奇还会当面摔茶杯、摔椅子，破口大骂许瑶是条被前东家踢出门的流浪狗，自己捡回来好吃好喝的供着，但是啥事都干不了。相对脾气火爆、心直口快的林奇啊，大多数时间呢，许瑶给人的印象都是很安静、很随和，对下属说话呀也是轻声细语。不过也有熟悉他的员工说，他其实更像是一座沉默的火山，威力巨大，而且无法预判爆发的时间。比如说有一次啊，他在机场因为找错了登机口，延误了登机，结果在电话里头对小助理痛骂了整整45分钟，用词之肮脏恶毒，超出常人的想象。挂上电话后啊，助理当场就在办公室痛哭失声，马上就要递交辞职信。结果谁知道几天后，辞职信却被许瑶给否决了。不仅如此呢，还亲自跟助理主动道歉，说自己实在是压力太大，没能控制好情绪，希望他能够原谅，不计前嫌，继续工作。他口中压力的来源，那自然就是顶头上司林奇了。几家欢喜几家愁，2019年刘慈欣的另一部作品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大卖，号称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这样手握三体版权却毫无产出的游族影业又收获了一大波的嘲讽，也导致那部张帆帆版的三体彻底死了心啊！因为这2部片子放一起啊，那就是妥妥的降维打击。结果林奇把这笔账也算到了许瑶头上，觉得他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啊，于是就产生了让三体宇宙易主的心思。继任者名叫赵继龙，于2019年年底被提拔为三体宇宙发展公司董事，并在几个月后出任执行副总裁。不过俗话说得好，这一山不容二虎，许瑶和赵继龙之间很快升级为了公司内斗。不过最后在大老板林奇的支持下，赵继龙获得了胜利，成功架空了许瑶，成为了公司里实际的第一把手。在和奈飞谈合作的时候呢，赵继龙和林奇更是完全将许瑶排除在外，甚至连最后的新闻通稿上都看不到许瑶的名字了。这在当时依然还是三体宇宙 CEO 的许瑶看来，无异于是奇耻大辱啊！那更令他无法忍受的呢，是林奇不仅在职位上对他进行了打压，更是在经济上对他进行了腰斩。
当年挖人的时候承诺的那2000万年薪，其中有大部分是属于年终奖和分红，而仅仅过了2年，林奇就以他能力不足、公司效益亏损为名，扣掉了这部分的薪水，导致他实际到手的钱只有400万。其实400万算起来也实在不少了，但是跟他每天在公司里头受的那些责骂，还要被赵继龙穿小鞋对比起来，挣的真是个窝囊废。而他对赵继龙和林奇的杀机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由于许瑶在被捕后坚持零口供，直到最后走上法庭都依然一言不发，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后来法庭提供的信息来还原他的整个投毒经过。2020年3月，林奇中毒9个月前，许瑶就在日本注册了一间公司，登记的业务是化工原料进出口。利用这个公司作为掩护和中转许瑶陆陆续续的在暗网购买了几百种有毒物质，分期分批的运送到上海。与此同时呢，他在上海郊区租了一间民房，秘密的建了一个实验室，为的就是在动物身上去测试这些毒物的毒性、剂量、发作时间以及发作后的症状。他使用的动物从小白鼠到流浪猫狗都有，上百条无辜的小生命因此而丧生。最后他选中的是氯化甲基汞和河豚毒素。这个氯化甲基汞被他少量多次的下到了林奇和赵继龙的咖啡whisky、茶水和饮水当中。前面咱们也说过，林奇他爱茶如命，日常饮用的呢都是昂贵的极品茶叶，有的时候如果没喝完，助理也舍不得浪费，于是就自己给喝掉了。这就导致了助理成为了本案那个无辜躺枪的第3个受害人。在这个下毒期间呢，许瑶也在暗中转移公司的资产到自己的账上。他可能原本的计划是趁林奇和赵继龙慢性中毒大病不起的时候，趁机卷款跑路。结果呢，也不知道他是动物实验测了个寂寞，还是这2个人的确是大小伙子，身体倍儿棒，小剂量服毒了4-5个月，愣是没放倒，只是偶尔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休息个2天就满血复活了。眼见着年终查账的日子快到了，许瑶决定下一剂猛的，于是他就给林奇送去了一瓶益生菌胶囊，说是自己从国外买回来的，有益于调理肠胃，并且还专门叮嘱林奇的助理每天督促他服用。之所以没有给赵继龙送，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俩在公司里头早就撕破脸皮，形同水火了，这会儿突然去送保健品，实在太过可疑了。值得一提的是呢，警方后来通过化验发现那一瓶60粒的益生菌里，其实只混入了几粒外表一模一样的毒丸。所以林奇究竟什么时候能吃到，完全是随机的，简直就是一场下毒版的俄罗斯转盘，玩的就是个心跳。只是许瑶这千算万算，还是抵不过警方地毯式的搜索。通过赵继龙和助理也中了一样的毒，轻而易举的就反推到了他的身上。其实按照时间线去推算，许瑶被捕的时候，林奇还在医院进行抢救呢，命悬一线。如果他能够当时主动交代出那些慢性毒具体是什么，医生能够及时对症下药，给出有效的解毒方案，那么很可能林奇最后还不一定死。但是许瑶却坚持一言不发，眼睁睁地看着林奇最后毒发身亡。也正是这份让人感觉到寒到骨子里的冷血让他在2024年3月22日被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死刑。此时距离林奇的死已经过去了3年多，而许瑶不仅是杀死了林奇，也变相的扼杀了整个游族集团。林奇死后，根据遗嘱，他名下的公司股票以及资产被平均分给了3个未成年的孩子。由于当时他们都还年幼，所以实际的控制权落到了林奇早已经离婚的前妻许芬芬手里。而许芬芬呢，完全没有任何的管理经验，所以一时间公司是群龙无首，乱作一团，所有的开发计划全部处于一个停顿的状态。这个时候就有人趁乱出来想要分上一杯羹了。首先就是咱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爆料说三体宇宙是个庞氏骗局的匿名人，后来被证实是一个温州的富商，也是当年出资帮助林奇建立游族的大金主。据他所说呢，因为林奇的妈妈在他家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保姆，因此他对林奇的头脑和抱负都非常看好，前后在他身上投了近1000万。但是对于这些钱到底是什么性质，双方却是各执一词。
林奇坚持说这就是一笔借款，自己发达了以后不仅全数还了回去，还奉上了不菲的利息。但是金主却认为这是入股投资，如今林奇已死，他才是应该得到游族的那个人。结果当然是被许芬芬母子拒绝了。金主一怒之下就上网爆料，导致游族的股票大幅度的缩水。而另一个跳出来的呢，则是沪上很出名的一个包姓的网红美女，她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小婴儿，说这是林奇的非婚生子，也有权继承他的家业。这两个事儿最后都以庭外和解而告终，具体双方拿了多少的赔偿金和封口费不得而知。但这又是股份的丑闻，又是生活丑闻，让本来就遭受重创的游族更是雪上加霜。2023年3月，林奇的3个子女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手中大部分的游族股权卖给了上海的一间游戏公司，套现10.95亿元。不过，这跟游族鼎盛时期的500亿比起来，缩水了太多。也就是这个时候，腾讯出品的《三体》剧集第1季面世，第2年奈飞版本也如期上线。尽管这2个版本各有千秋，褒贬不一但是不得不承认，完成度都很高，制作也算得上是精良，跟那部宋春雨和张帆帆拍出的 PPT 版本是不可同日而语。而直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当年真是错怪了人家林奇和他的游族，这并不是一个圈钱洗钱的骗局，而是他真的想要把这个 IP 做成精品，所以才宁缺毋滥，3年之后又3年。也许就像是被誉为不可能影视化的巨著《沙丘》，最终还是被导演维伦纽瓦给打破魔咒，拍成了神作一样，《三体》的诅咒也会被影视技术的更新而打破。而《三体》宇宙背后真正的推动人林奇，怕是永远也看不到了。《三体》中最出名的一句话是：失去人性，你会失去很多；失去兽性，你会失去一切。而许瑶则诠释了，当一个人被兽性彻底吞噬了人性，那么等待他的就只有黑暗森林里隐藏的无边地狱。感谢收看 M2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们一下。咱们下期再见。